先做那个干做的出来多重呢？来，摆正，好，先摆正。来，现在做一个来，比如说，按照我们节奏很重要。我们往下，到底2次复杂，停的时候这儿，对，2次要停好。好，我第一次，我是压不动位置的，好，第一次好，主动的，机器人在我的里面跟我主动的机器人，停1秒，第2次。再走一次，而且再停1秒，节奏啊！要旋转成对不？不，这个动作我觉得完全都没有意义，这个旋转的旋转是没有意义。来，你说，第2下没停，2，不行，先停，对的，这个是对的。机器的机上的控制是相对比较简单的，这比压力。哎，我要在新的中央魔术那个都，这个节奏都太累。对吧？对，这是质量问题。在这个一个动作模式下，这个是你真实的重量，真实的重量。为了我们叫真实的重量，因为那个重量是从头到尾9次了，对吧？这要是微秒次啊，这个真是重量。你可以旋转的，摆正，然后5，好，继续，45，好，回往你推一下，让你身体不要旋转，因为它有个力量，你要对抗那个旋转的力量，不然你举高我歪，那我就不够了。这是继续，是，继续，好，上变身。啊，装了，继续，还有身 ，OK， 还有一个身，1，身 ，OK， 好，对不对？这为了背起来嘛，有原因的嘛，我找到了，握力都不够，那个也是很重要的。小臂对的，就是握力啊，其实你想背练得好啊，握力非常的关键。我举个例子哦。力的创造，其实我们看待训练中，你要把力想象成一个，你可以想象成一个东西，比如说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力啊，它是一个点。最开始我是握住它那个力量在我这里，对不对？那我最终的目的是让力传到这里，怎么传过来呢？首先，你每一个那些属于我们讲的稳定的关节和肌肉，你一定是不能很弱的，因为弱了之后力量会卡在这里，比如你握得很弱，卡在小臂的。很多练背练小臂酸，为了小臂太弱的，它力量传不到这里来。我想往下压不动啊，为了那不容易去理解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力的传导，它是有点像。要不要加点咯？啊？对，要加点。先把另外一边做啊。我觉得拉伸的时候你太轻了，要拉开。要拉开。你右手嘛，右手没做好，右手要么握在这里啊，然后腿出，不要让你躯干旋转啊。我会帮你拉，来2，我跟你说的是3，行，慢一点，快点。我给你拉上，我往上推，你要往上，你要对抗我，我给你推得很快，你要慢慢放，觉得懂没得 ？OK， 那个是力行训练。来，3，对抗我，慢慢放，那个就叫力行训练了。来，腿直，4，对抗我，不要让我推那么快。放直，来，5，对抗我，没力了啊，呼吸，要换气，不然是没力量的。好，别住，对抗我，再来3个，3，对抗我，往后顶，慢慢放，拉长，对抗我，拉长，1、2。OK， 再来，快点，我没不对，刚才是对，那个1，来对抗我，加回来。他们有时候都是你持续时间需要很长的，这叫张力时间。其实你注意看嘛，你包括你看一些高层训练，它每一次都形成了，它张力是很长的。你看，包括有些电视上我们也在放这个那个无科的训练，还有很多训练。大部
部分的配器都是像纯爆发力的训练是少数，因为纯爆发你训练练健美哈，这个很吃天赋。第一是让天赋是的关键天赋，你关键硬不硬？关键硬的人就可以爆发力训练都有不同噻。还有就是你关键硬，然后神经控制能力是极其的好，就像爆发训练它也会甩到肌肉上去。你爆发力训练那是太看天赋的，说关键太看天赋的。大部分人是不具备这个天赋的，你去爆发力训练，你练3个月你会发现我那关节痛，就没感觉，很吃天赋啊。好多训练都是让我们现在起早练，我们每一次的行程是保持。肌肉从第一秒开始到结束的最后1秒，全程吃到这个力量，它是没有中力任何一点点的。然后再厉害一点的高手，在于每一次之间90分没有休息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就这个动作来讲，我拿好以后，呼吸，慢慢下，肌肉收出来，然后到底部停顿1秒，啊，那个时候停顿1秒之后，马上慢慢往上放。我做一个对抗力型训练，高手在做对抗力型训练那个，慢慢放，那个时候肌肉还在发力，所以他在拉长。那个时候做成力型训练，因为我如果那个时候我肌肉不收缩不发力，一下松起来对不对？因为根据一个重量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我做力型训练，我要慢慢放。为什么要慢慢放？做力型训练。那到顶部之后，那个时候有些人全休息爱吃不了的了，歇一下嘛。那是容易遭的不合适。到顶端之后，给他拉到极限的，还得保持整力还得，又下来，是没有休息的，这剩余时间都没有休息。对。感受吧，要去感受。对抗极限 ，OK， 2，就像弹簧一样，把我的弹簧，我的压缩力，把你压，然后顶端之后，顶往下来的，3，再停一下，对的，快点看，呼吸没碰，谢谢，你看我，谢谢，5、4，慢慢细边用力，往下顶，别会憋气，感觉如果不得行的话就憋气顶我，然后在顶端的时候再，OK， 顶我，接住，顶我，然后再吸进去下 ，OK， 憋住，顶我，下，来3个，继续不要怕，换一下，3，好，顶我，2，换一下，我看顶我，来做一个力型，顶，来下。全力来，好，保持不动哈，全力顶我3秒钟，往上推你往下顶我，做一个极端的极致力型来，1、2、3，开始，1、2、3，手一伸，来手，再手一伸，这种训练收入啊，非常多，但是我们训练收入最终的目的都只有一个，增加你的肌肉的张力。因为你做得很重的时候，你的肌肉并不一定能够承受很大的张力，有可能遭关节分散的，遭你的腹直区分散的。但是如果你能把那个重量全部都给到或全部嘛，90%给到你的六个肌肉上的话，你是不可能不会进。看你能不能给到它，因为那个过程中它会牵扯到很多肌肉、很多关节，把你能不能把那个力量从头到尾，基本不受损的传到你每个肌肉，这个是训练的技术。关系。他那种都是比如2个月来练，身边有些人不成熟了，不是，那种是那是练力量。他在房健美训练里面也有那种练法吗？我其实可以个练，但是练法不一样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就是比如说我训练哈，我一般我5个或者上课，我5个或者多。我也会这种体式的训练，但是这种体式的训练，它也跟力量举练法不一样，因为力量举练法是啷个？适当控制，还有个牵掌反射，有时候到肌肉这儿弹一下，你肌肉弹性是弹一下，但是我们的健美是弹的。比如说我练我哈，我也控制下，极端、轻端保持张力，我全程是匀速的，然后用肌肉去控制这个形成的，是没有任何弹的行为。这个都是力量举跟健美的不同。力量举它是为了推起重量，所以要弹一下，用肌肉的弹性是去弹，用关节弹、韧带弹，但是健美是不弹的，因为我们是练肌肉，我们不是练弹，明白的。
感受离心训练，慢慢上对着我，不要让我一块推上去的，稍微慢一点就行。好，放直，来2。就看我哈，因为你那个力气了，我来3，已经不要让我一块推上去的，重的4。好，不行。换一下，小朋友。好，极限没有。OK。好，这次我们感受下来的顶多的极限，放到极限，继续放好。不往上推的往下顶，这个都叫顶端的极限。这放到最长的时候也是要保持张力的，你把最长时候就松的。换一下，3个。顶端极限3。现在都要拿死了，换一下，下，停住，好的，换一下。包括你说看那些那种肌肉质感，为了有些人肌肉是一撕一撕，有人肌肉是一坨一坨，同样简单的情况下，为了会这样的一个视觉的差异，都是训练的方法有关系。如果是我们讲的那种用那种，一个是代谢压力训练，第二个是肌肉疏散训练和大重量爆发力训练，两种都很有可能导致你的肌肉没有细，除非是没细节，它都是一坨，简单也是一坨，丝非常少，丝是那个样子。稍微有爆发力训练之后，它会不是慢的。你可以看一下那些力量举，今年力量举的，你看那肌肉。但有些是体质的哈，但有些体质高看不出来，有些体质低也看得出来。爆发力的训练它一定不可能肌肉质感、丝感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做动作的训练逻辑跟健美不一样。比如我们以卧推举例子，力量举练做卧推，脚跟都在发力，脚都等一下做推屈，对吧？它的目的是把重量推起来，用全身的力量把重量推起来，这是它的一个项目目的，所以说它的一个目标肌肉发力，比如说卧推虽然是练胸的，可能我那个卧推，我做150公斤，可能我胸发力可能就10公斤、50公斤，还100公斤拿不来的项目，健美不会。我们健美，我们做100公斤，我们都是要把100公斤或者是90公斤都压在胸上去做，逻辑不一样。虽然大家都练的动作看似都一样啊，但是内在那种逻辑它是不一样的。那种肌肉的细节啊，都来自于肌肉力的控制，会让我那种肌肉的细节、张力、丝感那种出来，你肌肉都控制不好，你觉得那种出来。比如我举个例子，为了我们胸最容易出丝，叫为了嘛？是不是胸最好控制抖胸嘛？热量少来点之后，人抖胸对不对？为了人抖胸，控制神经对它的控制好。那我真的不太行，我准备去练它的啊，对头噻，对吧？其实这么简单，肌肉能不能拉丝？你首先你能不能控制它？你连感受不到它能不能拉丝？比如说你爆发力那种训练，你能感受它吗？除非你天赋真的天赋异禀个，乱摔都摔到如果9上线，那那种好伤害。我现在练会发现我的背真感受不到它的。这种啊，是做的重量，但做的都没啥效果的。感受不到嘛？对，人家就是感受啊，人家一直讲看到感受，有没有感受到？感受到，来，真的，你先看一下，你看我。2，都不管你的啊，你控制，好，你先来，停我，3，好，停，好不动哈，换气，吸的憋住，别看我，好，下，吸气，停住，吸气，憋住，别看我，让你们力来吸，来，好，换气，吸气，憋住，再来一个，好了。两个，
这个，换一下。我们的这个训练当中呢，我们是在那种高肌张力的这种动作模式下去加重量。我们重量是要加的呀，但是加重量的前提是你的动作模式是非常 OK 的，动作质量是非常 OK 的。如果你动作模式和质量都不够，加重量是没有意义的。加到哪边上？加到关节上去，加到腹部肌上去，目标就吃不到，没有意义。sports。我都是我打健身模块说，都是我也没有可能拿前三了。你打健身模块其实，如果你想拿成绩的话，从模特走啊，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。但模特也要练对，但模特的，但是你要看他打比赛好，就是那个 CBBA，比如说不得，我想拿个证，我想。那种你拿什么子金标赛对吧？那都 CBBA 的大成熟。他第一的话是1届，第2、3名就是1届。对的，金标赛，但是。是能拿的，但是我讲模特，健身模特跟那个男子健体有个区别啊。首先维度不一样哈，维度其实很直观的东西啊，它第二是密度不一样，模特的密度要求更高。我举个例子，密度肌肉的密度是让人感觉哈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用你的50头大腿举例子啊，大腿用健体不同的没法比较。比如用我们的胸大肌举例子，胸大肌和腹部很重要，举例子哈。就是我们健体要求。就是你要有刻度，你的模特要求，我健体，我举个例子，我胸大肌我成4杆，我可能一般来讲5度到10不够的健体来讲，但是模特要求更紧，可能要7、8刀，那就10刀。还要更干一点儿，密度更干一点，密度更紧实一点，就感觉把肉啊压得很紧啊，像那种腊肉一样，我去理解腊肉，夹得很紧。然后细节更多，加得更紧，脱水要脱得更多，脱得更干一点。不是脱水的问题，脱水都要脱干，而是你训练的那个肌肉质量的问题。比如我跟你说，比如说我现在我的胸大肌，比如你现在的维度哈，如果你打健体，我们减完脂以后，把肌肉质量压一下，可能小1圈打健体去，但是打模特的话也压2块。那种压不是说把肌肉减的。而是把肌肉里面的那个肌腱的水分，有些水分把减压得更干些，把肌肉压得更直了。密度，这个是密度啊。模特都是不能太大的。不能大，对了，模特都是不能大。模特要的是你的形体条件，你的肌肉的密度、细节。都是做质感做的好，就是也很密，但是都很大的，它可不可以啊？这种。OK， 我们比金标赛的裁判上呢，就是反复说一句话，就是项目之间哦，一定要有个人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标准。最细的时候，健体的时候你要去打模特，健规的时候你要打健体，懂我意思没得？那个是裁判最反感的，就是你一定要对个人的项目有清晰的认知。模特是需要啷个重量，模特需要啷个审美，健体需要啷个重量，健体需要啷个审美，那个你个人有个清晰的认知。那个对于运动员来讲，对为啷个？很多运动员比赛说，我状态很好，我干，肌肉又大，为了我没成绩的。特别是有些原来比比基尼，我都看很多课的，哇，肌肉又大又干，都为了我没成绩的。首先，他个人项目都没标准都没有什么觉得，他的肉量和状态是比女子健体、女子形体的一个标准。女子模特不需要那么干，也不需要大的肉量，要小一点。所以说，很多时候啊，不是说肌肉越大越好，越干越好，而是符合你一个现在你要比那个项目的一个标准，那个是最重要。对比赛的人来讲，标准先找好，然后再是根据标准去调整个人的一个形体。懂了。来。
是我们讲摩托啊，我们现在都算，我觉得摩托其实比摩托啊，感觉是所有项目中哈最辛苦的一个项目。比摩托的话，为了很辛苦啊。首先摩托它分，它要比2个轮次。第一个是行气轮，就是你穿个那个短裤去带规定东西。第二个是负重轮，还有2个轮次，每一个轮次你都要分，比如说你皮包赛哈，每一个轮次都要分预赛、半决赛、决赛，上3次台，对不对？两个轮次差不多上60台，上60台意味着什么？有可能你热身你要热身，你不可能每次都热，你热身学在哪就是热身，然后上台你好气那个东西。所以这模特在我看来，虽然说模特它的肉量要求不高，但是模特在台上的一个表现和体能消耗啊，我觉得是最大的。你看，我不是星期轮，而且你可能模特比赛哈，你比得很慢。比如说我上午是星期轮，晚上的是负重轮，懂吗？很累人，我看到我都累人。虽然说你不要觉得他可能肉量要求不高，但是比起很累人，很累人。我还以为模特是流于健身模特，他国外有没有那个比赛哟？有，国外有健身模特。但是健身模特它是在于一个，它是因为 IFBB 分2个联盟嘛，精英联盟跟职业联盟，职业联盟是奥赛，精英联盟是世锦赛，精英联盟是有模特的呀，但是奥赛我没注意，好像是美模特，不是职业联盟和美模特，精英联盟有模特。比如说你要比锦标赛啊，就是精英联盟的。就是协会赛等等的，精英联盟还是精英联盟的比赛，也是体育局或者比赛，你想哪样子啦？就精英联盟的比赛，职业联盟是没有这个。他的如果说我们是拿到的前进北京国家队那个没有，有用成，那没有。但是啊，那个东西都是看取决于你的实力。国家队拿分 A、B 队，就算你实力很好哈 ，A 队是国家承包出国比赛 ，B 队是自费。一开始国家就算你条件再好，那个是一个比赛的一个潜规则，也不是潜规则嘛，是一个大家心里默认的一个东西。都举个例子，你也就是比如锦标赛上哈状态非常好，然后你比全场的时候，你前面那一个人状态没你好的，但是他是就是世锦赛或者亚锦赛他拿过成绩的，拿了冠军亚军，但是你没得成绩的，就算你状态比他好。裁判也不会给你第一，你懂我意思没得？因为这是全国家队，那不一样，就是这个不会冒那个险。所以一开始，就算你再优秀的条件、再优秀的状态，你只能进 B 队。B 队是啷个？我们自费比赛，拿到成绩之后，好像是可以报销。去年可以报销，现在今年开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报销哈。去年以前都可以报销，比如说你 B 队出去比赛拿了冠军，然后费用全报销。那今年以后我不晓得改没得。所以说一开始你只能以 B 队的，如果你状态很好。拿了 B 队的一个资格 ，B 队去比赛，个人自费，出去比一场哈，3到5万。亚洲比赛哈，亚锦赛一般是3万多4万可以比，然后世界锦标赛就是5、6万、6、7万比一场，对头啊。然后好像可能这是改掉哈，我感觉今年 B 队没说报销这个事情的，如果不报销的话，那个钱只能个人省。就是比如说你比队拿了成绩之后哈，那个钱还是要过出，如果不报销哈，但是你下一次比如明年比锦标赛哈，可能会给你 A 队资格的，它是这个一个逻辑，就是你先要拿成绩才会给你 A 队资格，你没有成绩是不会给你个资格的啊，那个不是取决于你当时状态好不好，那跟那没关系的，它是背后的一个比赛逻辑。还是那个，你感觉还有新的？感觉还好，我觉得还没公布的，差不多。有点美国的哈。那个啊，稍微6个分差不多。那个，我觉得很累那个。啊？那个很累。对，就是那个主要是要把质量做好，那么个质量。哇，明天觉得不要做，要持续有感觉没了。感觉炸到他那个很炸。模特，像我讲模特哈，我感觉哈，模特，因为我有个大哥，他是成人组模特，他是世锦赛拿的亚军好像是。他比模特啊，他给我的感觉啊，因为我们比训练赛，我们一起做噻，我们也经常聊天，很累。但对他来讲是脑筋的感觉没有的。但是对于新运动员来讲，就是你比模特的话，你练造型、练台风花的时间可能比训练很多。你会更理解，很累啊！你练台风造型是最累的，包括我打健美，我觉得个人练健美造型比训练都要累很多很多。你根本是模特的。我举个例子哈。你如果真的比模特，你要有那个时量打算，你每天的训练可能是3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训练休的时间，有氧加不一样，但是你练台风的时间也要2、3个小时，
至更多，好，很累。那个前提是的话，你想拿成绩的情况下，你想拿成绩的必须要我练。主要是我觉得我打模特可能比健美的有时要好点儿，我觉得。你的主观认为，有时候是在于你重量的问题，对吧？对吧？你觉得你重量可能，比如比健美来讲的话，重量确实差了一点，但是比模特的话可能差不多，没差不多。而且我觉得我腹肌啊、形状还可以。这个是重量的问题，但是你比到那个金标赛跟常规比赛不一样，金标赛你想都是最顶级那一可以整国家队资格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说你肉量虽然不出他们，但是你特度、细节比不过。就算你想拿成绩啊，2到3年。哪个？就是比如说你想打模特也好，你想拿个金标赛的那个成绩哈，我都是大学生了。对的话，大学生了，2到3年。为了我硬跟你说，你是第一次比金标赛大学生对不对？你比过一次？美国比过对不对？你是第一次比。他是上一届的金标赛大学生的全场冠，别个也是比那些好多次的。你觉得你能赢他？万一我把赢了？不可能的事情。不可能。万一我确实台上没打好啊？不可能的事情。为啷个我讲为啷个不可能？第一次调整状态，你第一次别个那，你状态调得不可能有他好，因为这个是老运动员、新运动员的差别。状态不可能有他好，就是太丰也不可能有他好，因为对舞团的掌控力，那个东西你要去上来之后、感受之后，才会去提升那个东西啊。我可以在就去之前，我先比他们小的呀。我比他们小的，比你多。那个东西我们比过赛，我们都晓得。就包括我比成人组姑娘姐妹也是一样。我想赢他们哈，其实也要2、3年至少。不是说是那个赢他们，不是在于你容量有没有差距的，而是你比赛的那种经验有差距的。不是你状态行不行，肌肉维度够不够，不是那个问题。你舞台经验够不够，你比赛的经验够不够，临场调整的经验够不够，那个你需要至少花2到3年去学习成长的东西。就最经典的比赛，你想，所以说，比如说你状态，你感觉我肌肉也不输他，我状态也不输他，我感觉我太空也很多，但是你可能就是赢不到他。还有一点，我们讲的最实际的一点哈，别个有成绩，比如说他去年出国比赛了有成绩，你是没有成绩，你是一个新人。包括那个这也是这样子，一个新人，你状态再好，新人也不会给你冠军往后走，可能会给你前10、5轮戏，10分钟可能会给你前3冠军。为了因为你是一个新人，你还没有证明自己，怎么证明自己？连续的参赛，连续的证明你的状态，证明你的台风，裁判都会觉得有潜力，会给你考虑给你。这个是一个逻辑，比赛的逻辑。明白。所以说比赛我也只有最后1年的机会了。是啊。参不到了以后。所以最后1年，是那东西来说，你晓得是没有的。啊，先生，那在大一都好了。我大一大二那时候没有健美训练，当时打篮球。对吧？你如果是第1年，比如说你大学第1年毕业哈，还有机会，因为还有2、3年回去学习重建，有机会。但是你最后1年是能具体2次，这个就放在下面了。你身高比较高的可以放，你都可以，其实不影响。放下面放踩都可以，不影响。哪一个哪是？我们做中间的东西开走，对，我们中间都行。然后接下来我的形状。开着，做顶拍，我就相当于来，就是要完全微微完全不用，多的微微完全来，是不是？前到位，要停，打开，停开，2，停到这里，停，往下，3，这是中间，4，停，5，8，6。请坐。好的。哇，这种的心都以前都感觉对，就是模式的问题。好的。谢谢各位闪耀，欢迎感受。细说潜规则，细说一下。细说潜规则。挺有感觉的。爽。
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信我拿不到前3，我就不信了。哎呦，谢谢奈奈的好车，我都没看到，谢谢大家今天的超级支持。今天没有办法陪大家聊天，你们已经快被练死了已经。你们可以看我的背现在有多抛，你可以看。你现在长顶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肌肉要有一种什么感觉？肌肉其实不是要过大，好的状态上那叫好的状态。你到赛场你都会发现，有的人体质虽然干，但他肉啊，他凹进去了，是憋的。他虽然说是很干，但是就是凹进去。他好多那上个干的同时就是往外顶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取决于你临场的调整，对那些身体状态的调整，台风的适应，以及你面对差异化。因为其实我健身模特这个项目真的很复杂，因为它点位很多，就是普通项目比如健体哈，是2个点位，健美也是啊。先一个点位分开，先摆一个东西，然后往前走，再摆一个东西，到侧面，健美也是这样子。健身模特的腿需要很粗不？不需要很粗，因为和健美比细很多，也是要紧度的。然后健身模特它的点位非常多，它点位好像5个点位啊，几个点位，不是最贵点，舞台这么大，要走过去摆，下一个点位走过去摆，你的笑容，你的视线在走。它至少5、6个点位非常多啊，而且那个影响评分，健美和健体那个出场那个点位是不影响评分的，是比较平稳才会影响评分。但是那个模特那个是有点影响评分的，所以模特的比的真的不清楚啊，只是说肌肉没那么大，但是比赛是很累的呀。后来我比健美嘛，有时候好难哦。都是我健身模特最好了，同志2个朋友。就那个舞台经验的积累，那个是很累很累，没有没有想那么多。大家2、7、3，没停，4，还挺对的，5、7，好，8、9、10、再3、2、8换。突然发现没有对到你们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对了你们，充血了一批。天黑了。如果抖音的，你抖音回手牌，回去看一下抖音手嘛，那个手上就是8月份锦标赛，然后健身，你看只看全场冠军赛哈，全场冠军赛，然后健身模特，但是预赛会看一下，因为它预赛得分那个2轮，健身模特的全场冠军赛，还有它的一个服装轮跟形体轮的预赛，很累，真的，那就是流程很多，有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。所以那个对你舞台的经验呐是要求非常高，有可能肌肉并不差，但是你舞台经验不够，你就拿不到成绩。所以健身模特他对于肌肉要求高，其实相对来讲没很高的，但是对于舞台的台风、舞台的经验来讲要求是非常高的。那种老演员，他们很聪明，他们可以做到没有那么累的情况下，能够展现出最好的一面。你新演员就是感觉我累得死，走都不想走的，感觉要死的。他不是这种感觉，知道吗？换气。3、
啊，你要比锦标赛，锦标赛跟正规比赛不一样。为啷个？因为锦标赛是会的，你是新手100个故事，其实怎么简单？如果你是比商业赛或者这些当地地方的那种新人赛哈，大家都是新手，那个时候你做的好点，特别好点都比你。但是锦标赛你是新手100个故事啊，要理解这一点。你是新手100个故事。但是我从小我有训练经验了，都是其他运动。那个没就是，那个经验是舞台经验，是比赛的经验，懂没有？是比赛的经验，不是说你运动的经验，跟那个没关系，是舞台的经验。所以，我说是要去比之前我要参点小比赛，还是要。冬天家里面比赛有。有比赛是有的，比赛是有的，比赛是的，舞台经验很重要。然后其实比赛来讲的话，如果你要比协会赛的话，你就尽量参加协会的比赛，就是那种当地协会办的比赛，比如说地方协会，因为锦标还是全国健美协会嘛主办，然后比如地方协会，重庆那边很少，川渝很少，所以我选择福建比赛，因为福建那边福建省协会他办的比赛很多，然后他们办的比赛的标准也是按照全国健美协会那个标准去办的。比如说你参加地方协会的比赛，有的会更适应于全国赛的一个规章流程。有的更适应，而且商业赛哈跟协会赛还有一点不同什么，场地不同，灯光不同。商业协会赛的灯光哈，它几乎是因为他们有个手册，他们布置灯光是有个手册的，有标准的，他们是垂直往下打的。然后商业赛的灯光上头斜，所以为了你看商业赛哈，特别是我们做健美造成一样，做备赛工作一样，他为了我往后仰得多。因为灯光是斜的，它仰得多也看得清楚。那为了协会才不能仰得多，它灯光是直的，仰得多的看不到的，哈的。这都是比赛的细节。你说你作为一个新人的，那种细都不晓得，说你比健美，你比协会赛，你哈就不晓得仰，你觉得哇操，我背好牛皮好宽，裁判看到那个哈就出来一片那种看，是吧？这种比赛的细节啊是非常多的，这个需要让我们出来你比赛想拿成绩啊，你想认真比赛，至少需要个2到3年。你积累的不是肌肉的问题，舞台比赛这种细节、经验的问题，这种东西太多了，没。来，再来一次。第2下停住，好，起坐，再下。3，停坐，4，停坐，5，6，7，8，结束。那个不要500小时。必须。一般训练不能太久啊，后面都拉几种了。其实你选这个问题真的拖太久的，要是真拖太久，你的拖太久上头，你真正在训练上没有练好久，晓得吧？你不要开直播，哦扭大一下儿，只那种嘛，我是拖个2、3个小时，没意义的，没意义的。比如我练腿的不因为那个肌肉群太大的，我要一次性练完，我要练2个小时我才练得完。但是我的出现休息都是练完1局之后，喝口水，走2步1分钟，完了之后下一组，它都那种间歇节奏去练完2个小时。啊，要动作选择的话，大概是选好多个动作一般。一会儿。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有强度的动作哈，一次训练也就4到5个动作，有强度的动作，就刚刚也得训练。出训特别有点多哟，4到5个动作，每个动作4组，20组了。3到4组，我一次训练差不多20组，但是那个其实没有意义。我讲的还是那句话，质量的问题，质量大于重量大于数。你对吧？你就感觉我重量越大，组数越多，为了不少肉啊。0乘以任何都是0了，质量不行了，先把质量解决了。质量够了，你其实不需要练那么多什么，是先把质量解决了。你还是就是能够一组榨干的肌肉都会用2组。为了要练4组，因为你榨不干那些肌肉，你动作质量是不够的。啊，这些都是这个东西。其实你的动作的质量，其实你全身来讲都有个问题。
然后回到我们这个比赛，这个项目的选择，我觉得项目的选择，至少对我来讲，我从一开始我比第一场比赛是我在20岁时比的第一场比赛，我一开始比赛我只选5点姐妹，但是那时候我腿很小，我跟你说，我的腿是当时我比的第一场比赛中所有中最小的，包括现在也算是所有中最小的，因为当时小得很离谱啊，别个腿可能比我大，我腿只有这么大一点，别个腿这么大，比我可能大1倍都有，对吧？但是我还是选择比5点姐妹，为啥？因为我热那个项目，我也不会因为我腿感觉很小，不敢上台怯场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个，我热那个项目我不敢去比，但是比了几年比赛。我发现每一次比赛我每次输人家那个位置都直输腿，每一次都直输腿。然后有一年我师傅跟我说，他说要不你考虑打模特，然后你可能拿全国冠军甚至世界冠军。因为当时对标的是成人组那个模特，那个人叫那个名字我忘了，他身高跟我差不多，然后他的体型和重量跟我也差不多。当时我师傅跟我说，要不你转模特，你跟他竞争下，也许你能拿更好的成绩，是全国冠军，或者是亚锦赛冠军，国际冠军。当时我是拒绝他的，我在跟他说，我说我不选模特型，我只选5点姐妹。我现在我比5点姐妹，虽然说我的劣势在于我腿部重量都不高，这种浪的不行，是有点小，能比能练起来哦，需要大好不需要？你比大成熟了大2圈。3个月打1圈，我们的训练节奏和一个逻辑都是3个月必须打1圈，必须打1圈。包括我个人训练也是一样。我就是我的整体啊，我今年我保持的差不多4斤的肌肉增长，我4斤的肌肉增长用了好多时间，也就是6个月。6个月。哇，现在还长得快了。我现在还能长，为了我其实包括我前2年比赛去朋友都很惊讶，那你现在为了还能够长肉啊？是人的问题。我1年差不多整体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6个月，这6个月我可以把6个月做得很极致。就是我跟你说嘛，我每一次训练完，我不是第2天痛啊，我训练完都开始痛，训练完回到家，可能坐一会儿躺一会儿都很痛的。那种你想那种肌肉的张力好大，头花也好大，其实是人的问题。很多人为了问啥子肌肉质量不够，训练质量不够。就是那我冬训的时候，都是我那个冬训的几个月，都是我能不能保持稍微低点儿体质整体。我也是。我非常觉得我体质保持体质整体的话，但是他没热量那个盈余人嘛，他没热量盈余量整体。那个是很多人不许啊，包括减肥也是这样，我跟你讲嘛。很多人减肥不许人啊，他总觉得减肥增肌是数学题，我有热量缺口我都能减，我有热量盈余我都能增。我感觉是，对吧？很多人认识啊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有几个会员，后面我带他们训练的时候，一切都正常好，该讲好多讲好多。后面过年的时候，一天练1个女娃，一天练好多，中午来练2个小时，晚上来2个小时，一天练4个小时。然后吃饭吃的量是以前我带他练只练2个小时，是以前我带他练那个量吃饭的量那1，都他练的更多的，吃的更少的，但是不瘦，越来越肿，整个人肿得很，不瘦，皮是很糟的。身体不是数学题，身体它是很复杂的。所以说，我跟你说，整体的问题也是这样，是不是多少人整体啊？你觉得是不是？你肌肉都破，你觉得整不整嘛？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不是？饮食的摄入呢，根据身体的本能反应的。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在你的训练强度够的情况下，和大的情况下，如果你蛋白质摄入不够，你会想吃肉，本能想吃，本能，啷个叫本能？而不是我去算我今天吃好多卡路里。你保持一个基础的饮食是够的，然后再保持一个基础的，比如1:3掌握1:4的饮食上吃干净一点，再去倾听身体的声音，他想不想吃？如果你身体缺蛋白质，你会想吃肉，那个就叫本能饮食法，而不是去算热量。其实算热量是一种很初级的做法，就是没用，到达一个程度之后你发现没用。很多人为了我长胖嘛，他就去算我超好的吃法，但是你觉得你身体真的需要那么多热量吗？不是那回事。对吧？主要是干净点，我觉得。是干净。啷个能增肌啊？首先，你的训练强度要够，肌肉要破坏掉。然后，你的饮食来讲，不是说多吃好多卡，不是那意思。
吃够都行的，啷个叫吃够？是你想吃肉的我都吃得够，想吃碳水的我都吃碳水，够就吃。我现在有点有氧白糖，整体都不吃，还是有氧吗？还有一个东西，上海牛腿的都是你两我个都做，我也会我认为做条吧，保持心肺，就是那个小众。小众。对，有时候感觉我有水肿的哈，比如吃糖分的啊那种。我在比赛就注意，我是为了小时候我是注意哦，把水排一下，塞一下。整体的力量不要做有氧哈，少做，不表示我一周做个1、2次、2、3次，根据状态，你感觉我今天在做，不管长啊、长啊还是碳水，可能做放松了会儿啊，稍微吃点儿就。如果你每天都吃，应该就没必要。确实。但是需要维持心肺，不然比如说我有时候练腿强度太大的呀，心肺不好。你心肺的话，永远是维持不了的。心肺那个提升啊，我们好像多练腿。锻炼腿都提升了。你以后，比如说你以后练腿要练土的，肯定要练土啊，肯定要练土。如果我带你练，肯定是要练土的啊。你不低或者土的，对不对？你低或者土的上呢，我举个例子，如果是我如果用数字表达是1000，你低或者土完以后，土的上呢是1000，那么第二个量可能到1600，第三个就是1300，有没有？你的上限一直在不断的提高，这个心肺都提高了。啷个进步嘛？接近极限，身体都进步了。你觉得有氧个强度能进步不？大点强度，太少了。是。你比赛，就是有想拿成绩，我给你们建议，你想拿成绩就参加赛，新人赛，大家都是新人，没成绩了，没成绩了。有这个东西不是啊，你觉得真的有多好啊？对不对？但是我其实看了一下那个，就是比如去年的那个5年奖杯，就是我那个身高那个组，然后你那个冠军，看起其实还也很好看。你找我认出来了？手腕。我你回收。交就是CB 2025年，都今年6月份嘛，2025年，CBB 大学生组5年奖的冠军。挺喜欢的，还是要唱歌吗？要唱歌。是好像是哪里人的那个是？就是那个没人说。那个是171，那是171的青年锦标赛，到什么？就是哪个说一主冠亚的？一主冠。青年组，他说青年组，好像应该是大学生主冠的是。大学生就是这个锦标赛。去看这个一般嘛。这个啊，这个什么什么？给刘轩我的说，有什么的？那个今年我看直播都看的，他是大学生的传统全场冠。真的啊？对头，那个我看的。流量投资高。我直播都看的，他个腿哦，可能是你的2倍，不止。其实今年大学生比赛我们都看的，当时我还有我们几个大哥，我们都发表评论上的，现在大学好强，现在水平感觉跟城市没有差那么多的。那会儿他我找到了80年那个。其实还有个青年赛，其实这个嘛青年赛，你大学生都是比青年赛。不是，青年赛。而且他那个肉量其实不是重量，上台的重量，上台走重量都是这个身高了都73公斤，还有看。一个是500个。啊，但是我可能我减下来，可能我走70公斤还不到。你要首先来讲，现在的一个目标上，你要利用现在目前的机会，好好珍惜。你现在是好重啊？现在77嘛，对吧？还不到74的人，可能到75。我们要的是尽量。我举个例子哈，其实啷个长肉，其实也很简单，比如背部啷个长肉，背刚这个动作做的和拉对不对？3块，做的8个10个，3块。那我们增奖了办？
在那个动作模式下，智能模式下再加，加多少块？还有真的吗？ 9块、8块、9块。等一下，健身操是不？哎，很简单噻，其实很简单。但是一个前提是啷个？如何能一直加？那个是个问题。还保持动作。对头，你要保证你动作的前提下，如何能一直上升？这个是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增肌要解决的问题。增肌的其实不是很简单，我觉得增肌就说从视觉从量位图啊，这都是虚的。你真正你的高质量做主重量增加能力是长的，保证高质量动作的前提下，这才能做主重量，就是长的。但我他力量觉得他一加力量，他不长肉的。模式不一样，他没有代谢。对头啊，不这样。它模式不一样啊，它不是我们的模式啊。谢谢你的回归。你找到之后你再发给我，我明天可能再给你分析。好的。你好。其实这个东西啊，都想拿冠军，这条路啊，都要成功。每个人都一样，不管哪个年龄，也不管哪个项目，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是，就算你的肌肉不输，但是你那种舞台经验也一定会输。那个东西只能成功。现在涨起来，太过去了。一会儿涨那就一般2倍，2倍2倍。大数据不行，我觉得我的背可能长得也快，可能当时如果要上的话。通过我们的动作质量是把你全身的血也好，是动力些干进去的，就是你目标就是发到你的，它的血都会干进去动力去。而且我今天没有喝，还没有吃，就饼干子和甜菜根粉，可能吃了的话可能还有感觉。还要上面的，还要上去。动作质量、卧室质量高。下会儿吃个蛋糕。所以你想，如果你每一个部位哈，我都能保持那种动作质量和视觉水平，然后我们再把它上去，你觉得长得快吗？我觉得应该会长得很快。对头，肯定会长得很快。我想3个月是一定能打一圈的，一定能打一圈的。在于饮食来讲，我们要说饮食，但是饮食不是按那个量的去说，而是我们是一个相对比如先有一个基础的饮食模板，早中晚大概每顿吃好多碳水，好多蛋白，大概一个模板好多脂肪，在这个模板上面做调整。身体需要更多的蛋白质，加一下蛋白质。每个人硬吃，你硬塞嘛，那意义不大，你只会长肥，硬塞。你要这样训练，比如你现在我举个例子，你现在吃的比如2000卡的是维持你现在的一个训练强度啊。那我们要做的是啥子？我们要做的是把你训练强度拉高以后，让身体不想吃3000卡。但是他身体想吃3000卡，而不是我硬塞3000卡，懂我意思没得？就是我们要先把训练做到位来，身体不想吃那个根本不用硬塞，我肚子饿，肚子想吃，懂没？是这个一个逻辑，懂没？啊，好胀啊！现在我背，好爽啊！第一会儿那种感觉，平时有练胸会练到那种感觉过。你的练胸要会更胀，但是因为你确实你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动作质量上去以后，胸会更胀。是的。对，上过你那个都是1个月的，就是那种是啷个算法？就每天都可以上课啊？对的。但是要划分掉噻。啊？要划分。肯定要划分很多噻，而且其实对你们来讲，你们想要效果，肯定是在练习上。但是一般来讲哈，我们一周还是休息天，每天你完全不休息啊，皮质都会爆掉，对吧？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是。明白了。要练这个，因为你的优势是在于，其实你打剑，你选鼓点哈，那个其实刚刚我跟你讲的，你到底喜欢哪个项目？其实因为一个项目，其实你真正到底喜不喜欢哪一个很重要。为啷个呀？因为一个项目它不仅仅是比肌肉，比的后面还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说你舞台你比赛要做的东西，你舞台要做的东西，你根据那个项目做的调整东西，有那些东西是很痛苦的。如果你对这个项目不够热爱，你是坚持不下来的。你会退缩，你会觉得我对这个项目没得我喜欢的，我都不是想做那个难受的，让我很难受的，看到没有？那如果你对这个项目真的有极致的热爱，你都愿意承受下来一些项目，比如脱水啊一个阶段呐，对吧？那些是很痛，那些都是很痛苦的。所以说你一定要，首先你喜欢哪个项目，然后哪个项目更适合你一点，可以做尝试。你不要说我为了拿成绩我去做那个项目，如果你做到后面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明白。
差不多了，去吃点快餐。练完吃是消水好的哈。我现在我唯一是没有讲究的，我只菜课之前真是很讲究，那么天前快餐，量慢餐，我现在不讲究。一日三餐，我现在一天都3顿饭，一天都3顿饭。都正常吃。然后后面我强拉大一顿之后，身体感觉饿了之后再吃一顿4顿。你只需要保证保证的是食物干净，每顿的碳水、蛋白食物干净，然后脂肪呢是可以吃的坚果啊，然后8块也是脂肪噻，是干净食物就行的。啊，其实饮食没办法太干净更重要。OK， 那就上锅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谢锅。好了，我饿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哇，今天是确实练到位了，非常到位。现在我被第一次练，我要翻一下你们的弹幕了。我翻不到很多，成都人肯定听得懂啊，成都人。我还好，我不是很冷。里面没开窗子就还好。我降体脂率其实不是很需要降，我主要是需要增肌，现在需要增肌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啊，谢谢大家今天的礼物，我都没看手机，有很多礼物都没有看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帮我点赞，点到1万了。我昨天吃了苕皮啊，今天就不吃苕皮了。教练确实有水平，是有水平的。因为他自己也比赛啊，他现在应该我估计30多岁吧，人家20岁就开始比赛了。你想他肯定有水平的。我在想我要不要去买个他的那个课，那个一个月的话，一个月他是4000块钱一个月，是4000，他会划算很多。投到每一天的话，如果说每天都练的话，你想想一天才100多块钱，这个就会很划算。但是这样的话我就和他上课，我直播就和你们说不了话了。那我就一天可以练2次，上午来练1次耐力肌群，然后晚上和他练1次，这样挺好。对啊，一个月4000。我就比古典吧，我还是想比古典。虽然说要练腿，主要是我考虑一个因素，就是我练腿，我怕我把腿练太粗了，太粗了之后穿裤子不好看。我靠！我今天练完背，我才发现以前我练背完全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估计啊，就是我跟着他练背，我跟着他练背，我练个2周，我的背就会大特别多，就会进步特别多。对，晚上等会回去给大家直播唱歌，回去给大家直播唱歌，我吃个东西我去。谁说我心肺不好了？谁说我心肺不好了？谁说的？谁什么时候说的我心肺不好？我没有说。那我让我教练说普通话吗？那这个是另外的价钱了。对比古典，我心肺好得很。不要看我抽烟喝酒，但是我心肺好得很。以前我1000米是全校第1啊！我初中的时候，1000米全校第1，甚至我大学体测我都很久没有练了之后，我大学体测我都是第1的。跑那个1000的时候，我都是领跑全场的那种，把第2名甩很远的那种人。因为我练腿现在练的比较少，然后如果说他带我练1次腿的话，我绝对会吐，我觉得会痛苦的要死。谢谢阿亚娜的为你闪耀。心肺不好的话你就练腿啊，刚才我教练也说了，心肺不好就练腿去，心率直接给你干到180、200去。咋了小小米？咋了？怎么了？欢迎胡斯。